很多朋友问我黄金怎么跌了，现在怎么看？黄金从4月底涨到35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之后呢，转眼就跌了近10%，最低跌到过3186美元每盎司。那在国际上，连黄金的 ETF 都被疯狂的抛售，GLD 单周流出了20多亿美元，创了10年来的历史记录。但是我的观点呢，和高盛最近的研报是不谋而合啊。总结就是一句话，大家不要慌，回调是上车的机会。高盛维持对黄金的看法是，2025年底会涨到3700美元每盎司，到明年2026年中会涨到4000美元每盎司的观点不变。它的几个大的逻辑呢，首先，大家看到的国际市场上黄金 ETF 的大规模流出，都是中小机构投资者，也就是咱们说的散户为主。但是大的黄金买家呢，是各国的央行，各国央行一直没闲着，不断的在囤黄金。根据高盛研报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各国央行每个月平均扫货黄金94吨，比之前他们预测的80吨还要多。3月份伦敦黄金市场不含美国购金量达到了64吨。什么概念？2022年之前，那每个月各国央行的平均购金数才是17吨，现在等于各国央行购金量直接翻了4倍。而且高盛还说，中国是今年3月份可识别的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。他说，咱们3月份买了30吨黄金，也就是除美国之外占了一半。但是根据我们的官方数据啊，咱们3月份增持的黄金量呢是9万盎司，换算下来呢也就是2.55吨。和高盛的研报数据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但是咱们这边也没有否认，央行连续5个月一直都在增持黄金。高盛的研报还说呢，从2022年开始，全球央行的购金量翻了5倍，直接推动了黄金价格上涨了76%。所以现在就算是私人投资者、小散户们都在抛售黄金的 ETF，但是靠着各国央行的大买家这些幕后推手，黄金的基本盘稳得很。第二个就是关于现在美联储推迟降息对黄金的影响啊。美联储推迟降息意味着黄金的持有成本在上升，实际上会导致黄金的价格下降。而且现在市场呢，把美国未来12个月衰退的概率从45%降到了35%。但高盛算了一笔账，说这些不利因素对2025年的金价影响，也就是每盎司15美元，可以小到忽略不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盛早就看出了美联储的一个终点站，就是它必然会降息，不管怎么推迟。高盛认为，美联储终端的利率应该是会锚定在3.5%到3.75%之间。说白了，它的加息空间几乎没有，但是降息是早晚的事儿。那只要美国的利率见顶了，黄金被压制的价格因素就会被解除。